我们都以为台积电是科技界的真神，但今天我要揭开一个残酷的真相：这家称霸全球的半导体超级巨兽，其实正走在一条不归路的悬崖边缘。没错，所有人都看到它营收狂飙，所有人都知道回答苹果不能没有它，但你真的以为这是一场完美的胜利吗？我们准备好迎接这个疯狂的时代了吗？这根本不是一次单纯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赌上全人类文明的巨大豪赌。今天我们不看那些表面的财报数字，我们要深挖台积电背后的底层逻辑。你会发现，那个闪闪发光的西盾背后，隐藏一个足以吞噬全球资本的无底洞。请各位观众立刻系好你们的安全带，这趟深潜绝对会颠覆你的商业认知。就在不久前，台积电公布了最新蓝图，宣布正式跨入埃米级别的全新时代。1.6奈米的制程即将要量产出货，这个消息让全世界的媒体彻底高潮，大家都在高喊摩尔定律又一次复活，庞弗人类通往强，人工智慧已经畅通无阻。但各位，请你仔细思考一个根本问题：物理学的极限真的这么容易被突破吗？当我们把电晶体缩小到原子的尺度，我们面对的早就不是单纯的制造业，这是一场微观世界里的量子力学肉搏战。在这个极端微小的奈米空间里面，电子就像是一群狂暴不受控的野兽，它们会产生可怕的量子穿碎效应。简单来说，就是电流会疯狂地四处乱窜。台积电为了把这些电子关进笼子里，必须动用极度复杂的3维立体结构。他们甚至把供电网路搬到晶片的背面，这就是所谓的背面供电超强黑科技。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科幻与神奇？但你别忘了，任何魔法都是有代价的。这种在原子层极上雕刻的极致工艺，把生产良率逼到一个几乎崩溃的极限。我们来算一笔非常简单的经济学账目：过去升级一代制程能带来翻倍的效能，同时还能让单个晶片的成本大幅下降，这是过去50年科技爆发的核心公式。但现在进入到2奈米甚至埃米时代后，这个黄金公式已经彻底被砸个粉碎。最新一代的极紫外光微影曝光设备，每一台的造价高达好几亿美元的天价，台积电每年砸进去的资本支出高达几百亿。这些白花花的钞票难道是凭空变出来的吗？当然不是。这些成本最终都要转嫁出去，转嫁给辉达、苹果以及超微这些大厂，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度矛盾的恐怖循环。为了追求那10%几的效能提升，整个产业链必须付出倍数成长的代价，晶片变得越来越贵，贵到没有人买得起。这根本不是什么技术进步的康庄大道，这是一场用资本堆叠出来的军备竞赛。只有金字塔最顶端的那几个科技寡头才有资格买下这张通往未来的门票，其他中小型企业早就被踢出这场游戏。这就是商业本质里最冷酷的生存淘汰。台积电无意间成了这场残酷游戏的庄家。但如果你以为成本就是唯一的难关，那你真的太小看这场史诗级的风暴了。我们来谈谈一个更致命的底层物理限制，那就是足以毁灭一切的超级能源黑洞。大家都在疯狂追求生成式人工智慧，那些绑大的语言模型需要海量的算力。当晶片里面的电晶体数量突破几百亿，晶片运作时产生的热量简直超乎想象。晶片已经不是一块单纯的吸金属板了，它更像是一个微型的高温核子反应炉，散热技术已经到了快要无能为力的地步。机房里面的空调系统必须日夜疯狂运转，全球资料中心消耗的电力数据极度吓人。这些运算中心就像一头头吃电的钢铁巨兽，它们无情地吞噬整个城市的电网资源。这其中隐藏一个非常荒谬的文明发展悖论：我们用最先进的科技去挑战物理极限，打造出全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硒大脑，结果竟然卡在最基础的电力供应问题上。你有没有想过，当电网再也撑不住的时候，这些价值连城的晶片全都会变成废铁？台积电就算能造出0.1奈米的晶片，如果没有足够的能源来驱动这些怪物，所有的技术突破都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拉高到全球的维度，看看这场更让人窒息的地缘政治大博弈。大家都知道，台积电正在全球疯狂建厂，美国亚利桑那，日本熊本，还有德国德勒斯登。新闻媒体把这包装成完美的全球化布局，说这是分散风险的最佳商业防御策略。但拨开这层华丽的政治正确外衣之后，你会看到一个血淋淋的资本割肉现场。半导体制造从来就不是普通的代工厂，它需要极度精密的产业聚落互相配合，更需要一群愿意爆肝燃烧自我的工程师。当台积电把工厂复制贴上到海外市场，他们面对的是完全断裂的供应链体系，还有高昂到令人发指的当地营运成本。美国厂的建造成本几乎是台湾的好几倍，这总成本结构在商业上根本就不合理。这就像是把一株热带的顶级兰花强行移植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一样，为了让这株兰花存活下来，必须砸下重金打造温室、人工照明，还有专属的空调。这根本不是什么正常的自由市场机制，这是政治利益强行扭曲经济法则的怪兽。
台积电被迫卷入这场大国博弈的漩涡，成为各方势力相互拉扯的战略筹码。那些欧美政客给出的晶片法案补贴，在绑大的营运黑洞面前根本是杯水车薪。当地工会的强势态度与文化上的严重冲突，更是让管理阶层面临前所未有的噩梦。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线索全部串联起来，物理学极限带来的疯狂资本支出，能源黑洞造成的算力发展物理天花板，还有地缘政治导致的成本失控危机，这三大绞索正无声无息地套在巨兽脖子上。为什么市场上没有人敢戳破这个泡泡？因为全世界都被人工智慧的狂热绑架了。资本市场需要一个不断上涨的神话故事，伟达需要台积电来维持硬体霸权的铁王座，华尔街需要台积电来吸收热钱创造利润。所有人都坐在同一台失速狂飙的列车上，没有人敢踩刹车，也没有人愿意踩刹车。台积电就像是一个扛起天空的现代阿特拉斯，它的肩膀上承载整个科技产业的未来。这种被推上神坛的极度垄断地位，其实正是商业世界上最危险的处境。因为当你成为所有人唯一的依赖时，任何一个微小的裂缝都会引发海啸。如果有一天摩尔定律真的彻底撞墙了，如果电晶体真的再也无法缩小1奈米，这个依靠无尽算力增长建立的绑大帝国，到底会在一瞬间崩塌，还是会缓慢窒息？这绝对不是我在这里危言耸听而已。历史上的商业巨头在巅峰时期倒下，往往不是因为竞争对手的突然袭击，而是被自己绑大的身躯与惯性给压垮。那台积电的破局之道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开始疯狂布局先进封装。既然无法把单一晶片变得无限微小，那就把不同的晶片像乐高一样拼凑起来。他们甚至开始研发硒光子这些前沿技术，试图用光来取代电作为传输的媒介。这些举动背后隐藏极度深沉的焦虑感，就像是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航空母舰，必须在全速前进的同时一边更换引擎。这是人类工程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极限挑战。他们不仅要对抗物理学法则的铁壁，还要应付政客们那些贪婪无度的索求。这样一家位在太平洋小岛上的私人企业，竟然成为左右人类文明进程的绝对关键。这是多么伟大却又多么悲哀的时代缩影。它成功把台湾推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也让这片土地承受无法想象的巨大压力。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没有硝烟的残酷战争。这场战争的武器不是飞弹，也不是坦克，而是那些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微小电晶体。每一次奈米级别的突破与技术升级，都是在跟魔鬼进行一场交换灵魂的交易。现在我们回到影片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们真的准备好迎接这个疯狂的时代了吗？当科技巨头们不断吹捧人工智慧的奇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并看透这些商业本质。没有什么增长是可以永远无限持续下去的。台积电的未来就是全人类科技的未来，它的每一次喘息都会引发全球市场的震荡。这家钢铁巨兽还能带领我们狂奔多远？是成功跨越物理极限迈向全新的文明维度，还是最终被绑大的资本与能源黑洞吞噬？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准确回答的终极悬念。各位聪明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又是怎么看的？究竟是科技能战生态蓝海，是资本会毁灭创新？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最深刻的观点。